说起电影续集呀，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心里总会先打个问号？哈哈，是啊，特别是前作那么经典的时候。对，就比如《方框动物城》，那简直是封神了，所以聊它的续集还真有点小紧张。不过呢，根据咱们手头这些资料，这部电影啊，可远远不只是可爱动物破案记的第2部那么简单。没错，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挖一挖，看看这部动画片底下到底埋了多少关于社会结构啊、历史真相啊，甚至城市规划的猛料。准备好了吗？ OK， 咱们开聊。准备好了。而且我觉得可以先定个调儿。如果说第一部电影它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可能有的那种偏见，对，一种心理层面的东西，完全正确。那么这些资料就显示，续集谈到的是一个更宏大也更棘手的问题，就是当这种偏见它不再是某个人的小秘密了，而是被堂而皇地写到历史，甚至融入了城市的建筑和制度里，会发生什么？哇哦，这个角度可就厉害了。是吗？我还记得第1部结尾，大家揪出了杨副市长这个大反派，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对，那感觉就像是电脑中毒了，杀了毒，重启一下，哎，就没事了。但听你这么说，续集的意思是，病毒可能不是外来的，而是操作系统本身就自带漏洞。哈哈，你这个比喻特别形象。第1部的杨副市长更像是一场临时的政治阴谋，而资料里提到的续集反派，一个叫林思利的猞猁创始家族。哎，这个家族资料里还特意形容是道德败坏的猞猁。没错，他们玩的就不是阴谋了，而是一种阳谋，是一种持续了上百年的结构性的策略。结构性策略？对，资料里说，他们通过垄断历史的解释权，系统性的把一个族群爬行动物塑造成了危险原始的他者。等一下，垄断历史解释权？所以你的意思是在动物城官方的历史课本里，可能压根儿就没提过爬行动物做过什么贡献，甚至可能直接把他们写成了反派。非常有可能。好家伙，这不就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动物版吗？你完全说到了点子上，这就像一个公司的创始故事被反复美化，人人都知道创始人怎么白手起家，充满远见。但没人知道，公司最初的资本可能是靠击垮竞争对手，甚至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得来的。动物城光鲜亮丽的繁荣之下，掩盖的就是对一部分原住民的历史抹除。我明白了，所以问题不再是某个坏人临时起义了，而是整个城市建立的根基可能从一开始它就歪了。对，根基就歪了。这下就有意思了。所以当这个被抹除的历史要重新浮出水面的时候，整个城市的秩序都会受到冲击。那资料里提到的那个新角色佘盖瑞，盖瑞，他应该就是那颗投进平静湖面的石子吧？他可不只是石子，他就是那块巨石。资料里有个细节非常关键，盖瑞是100年来第一个敢公开出现在城市边界内的爬行动物。100年来第一个？对，他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宣言，他迫使主流社会不得不去看见一个他们假装不存在的群体，也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的视线从抽象的历史引向了非常具体的物理空间。聊到空间，资料里那个对比确实很有意思。一边是哺乳动物住的我们熟悉的主城区，描述是整洁繁华。是的。另一边呢，是爬行动物被赶过去住的偏远区域，环境是潮湿洞穴、粗糙岩石，差别巨大。天哪，这哪是同一个城市啊？简直就是2个世界。没错。我感觉就像城市的一边是灯火辉煌的 CBD， 另一边呢却是连路灯都昏暗的老旧社区。
中间那堵墙虽然看不见，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在哪儿。是的，这种空间上的隔离，正是历史不公最直观的体现。而且资料还揭示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电影里有一个城市扩张计划，听起来特别美好，为了发展，为了城市的未来嘛。听着是好事儿。但这个计划的代价是什么呢？是需要摧毁爬行动物现在的家园。哇，这听着也太耳熟了，是不是？为了所谓的城市升级，就要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这背后其实是两个非常经典的社会学概念：世心化和土地剥夺。怎么讲？简单说，就是用更高级的商业区或者住宅区去取代原有的相对低端的社区。结果就是原来的居民因为付不起高昂的成本，被迫搬离自己世代居住的地方。这在咱们现实世界的大城市发展里，简直是屡见不鲜。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进步是有代价的，只不过付出代价的往往不是那些做决定的人。而且在电影里，这个决定权还掌握在当初把他们赶走的那群人的后代手里。对，这简直是双重打击啊！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林斯利家族的祖先通过编造历史谎言，把爬行动物从城市中心驱除出去，完成了第一次土地剥夺。几代人之后，他们的后代又打着城市发展的旗号，准备对爬行动物仅存的栖身之所进行第二次驱逐。我的天哪！资料里有个类比非常震撼，说这跟咱们现实世界里一些原住民部落为了国家扩张，被迫离开自己土地的历史有非常明显的平行性。动画用一种看似温和的方式，触碰了非常沉重的现实议题。这可比兔子也能当警察要深刻太多了，也让我对那个蛇 Gary 这个角色更好奇了。你说他的出现像一颗巨石，那这颗石头到底是什么样的？按理说他出场是个小偷，是个坏人吧？没错，他确实在偷东西，但资料里写的他的动机，让这个角色立刻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他偷的不是钱，而是一份能证明他祖先清白的重要历史文件。他的目的是必须帮助他的家庭向所有人证明爬行动物是无害的。他不是为了自己。对，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整个被污名化的族群去洗刷冤屈。一个为了证明而去行窃的小偷，哇，这人物弧光一下子就立起来了。他不是在破坏规则，而是在挑战一个从根上就不公平的规则。所以从叙事功能上看， Gary 就是一个社会催化剂。他的行为迫使朱迪和尼克尔以及我们所有观众去直面那段被刻意遗忘和掩盖的历史。他的存在本身就在挑战动物城默认的那种哺乳动物中心主义。而且资料里还提到很多细节，说他被误解的时候，那个蜷缩的身形搭配委屈的眼神，哇，光是想想那个画面感就出来了。对，还有他那沙哑的嗓子，在紧张或者委屈的时候，语速和音调的变化。迪士尼真是把一个边缘人物的无助、孤独和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是啊，你看着他，根本没法把他当成一个纯粹的反派。这种复杂性可能就是他能引发广泛共鸣的原因。资料里那个分析特别有意思，说很多成年观众，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在盖瑞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对，把他和打工人联系起来了。哈哈，是的，这个点儿我觉得非常值得展开聊聊。他那种想被接纳却屡屡碰壁的经历，完美对应了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那种身份认同危机。我太懂这种感觉了，就是你非常努力地学习这个地方的语言，遵守这里的规则，拼命工作，想成为其中真正的一员，但总有一道无形的墙。对，一道墙把你隔在外面。你被排斥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仅仅因为你不一样，你的口音、你的背景、
你的来处。正是这种情感投射，让电影的主题超越了简单的种族寓言，变得非常具有当代性和普适性。它不再只是一个关于偏见的故事，而是关于在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已经定型的社会结构中，一个个体如何寻找自身位置和尊严的故事。说得真好。Gary 的挣扎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种对归属感的渴望和对不被理解的恐惧。所以资料的意思是，观众看到的不是物种歧视，更是阶级或者说圈层固化的那种无奈感。可以这么理解。大家同情的是一个在庞大体系面前无能为力的个体。对， Gary 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有时候最大的障碍不是某个坏人，而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系统。这就把一个巨大的难题抛给了我们的老朋友朱迪和尼克。对，说了这么多新角色和新问题，那我们的最佳搭档呢？第一部里，朱迪最大的挑战是克服自己内心对狐狸的那种隐性偏见。是的，他还为此深伤害了尼克。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麻烦可完全升级了。太多了。你想想，当他们顺着 Gary 的线索一步步挖下去，最后发现自己宣誓效忠、每天为之奋斗的这个警察系统，甚至整个城市的法律，都可能是在无意中维护着一个100年的历史谎言时，该怎么办？是继续忠于职责，维护这个有问题的秩序，还是选择忠于内心那杆叫正义的秤？这简直是灵魂拷问啊！这让他们两个的关系也面临了新的考验吧？当然，不再是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种个人层面的误会了。对，资料里用了一个词儿叫道德伙伴，我觉得特别精准。道德伙伴？他们的关系从捕风搭档升级成了在重大的道德困境面前必须共同做出抉择的伙伴。考验变成了面对系统性的不公时，我们是否还能坚定地站在同一边？这其实是延续并且深化了第一部修正偏见的主题。怎么说？我感觉这已经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了。第一部告诉我们要不断反思和修正我的偏见。朱棣犯了错，他痛苦的反思，然后真诚的道歉，这是个体层面的道德成长。我明白了。而续集呢，把这个功课提升了一个层次，他要求你不仅要修正我的错，还要有勇气去挑战和修正我们，也就是整个社会或机构犯下的历史错误。我懂了，修正自己的错误需要的是反思和谦逊，但要修正一个群体的错误，那需要的可是非凡的勇气。是的，因为挑战一个人很容易，但挑战一个系统，那意味着你可能会与自己所处的一切为敌。正是如此，资料里点明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如果作为执法者，他们不去质疑这个不公正的系统，那么他们自己也就成了压迫的共犯。他们每天维护的秩序，恰恰是建立在对另一部分群体的无序和排斥之上的。这让我想起朱棣在第一部里说的话，我们都会犯错，但我们应该试着去理解彼此。对，在续集里，这种理解被赋予了更沉重的含义。他要求你去理解那些被历史和权力结构所遮蔽的真相。说得太好了，所以你看，绕了一大圈儿，防控动物城2用一个精彩的冒险故事，实际上是带我们进行了一次社会学考察。没错，他也从个体偏见聊到了结构性排斥，从城市发展聊到了历史正义，还让我们的主角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部电影最终的价值在于它像一面镜子。一面镜子，它不仅让孩子们看到不要以貌取人这个简单的道理，也让成年人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它揭示了真正的包容不能建立在对历史错误的掩盖之上。真正的进步也不能以牺牲边缘群体的家园为代价。对，而且他还告诉我们，反思偏见是一辈子的功课。这门功课不仅包括审视自己内心的角落，
更包括鼓起勇气去审视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默认的规则，以及我们引以为傲的历史。说得太好了。所以在这次讨论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来思考。好啊。这部电影让我们不禁会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社区或者工作的公司里，是否有一些被大家默认的创始神话或者不成文的规则？在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故事里，是否也有像爬行动物一样被遗忘、被晋升或者被排斥的他者存在呢？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带回家好好想一想的问题。非常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对动物城的深度探索。